们现在离开中央图书馆了，我们现在离开中央图书馆，现在步行到史蒂芬大道 （Stephen Avenue）。顺便跟大家聊一聊卡加利这个地方哈，目前是有居住144万的人口在卡加利这个城市居住。那我做這2年的情況，小強你點啊？小強你唔好死啊！小強，我同你相依為命，同甘共苦咗咁多年，已經當你係我親生骨肉咁供書教學，估唔到今日白頭人送黑頭人啊！之前為什麼我不拍哈？是因為有蟲子。之前呢，為什麼我不拍？有蟲子。この味は嘘をついてる味だぜ。之前为什么我不拍这个视频？关于这个卡加利的介绍市区视频，是因为我没有住过，所以我就不敢讲，然后就没有，就是没有料吧，没有料就不敢讲。那现在我已经稍微了解了这个地方，所以我才会顺便拍这个视频，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解说。好，我先说一个结论哈，不然很多人都说我废话一堆。结论，这边好不好？好，我很喜欢。那缺点有没有？有很多缺点，但是呢，这边的优点，我是觉得可以cover到缺点。暂时，之后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第一点，这种天气有没有？常年都这种天气，阳光普照，阳光普照。这是让我最欣赏的一点。第二点，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卡加利这个地方治安比较还不错。相对我说相对，当然不要跟我们台湾跟亚洲国家、香港、韩国比。在7号晚上10点多，情侣档当时站在路边聊天，26岁的陈姓男子和邱姓男子突然对着他们呛瞎，质疑被耻笑，接着就挥拳攻击。想不到今次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前觉得台湾的治安还蛮好的，但是昨天就是让我彻底的改变了对台湾的感觉。那相对北美地区来说，这个地方算对好很多。第三点。物价、生活成本等等，相对的比多伦多、温哥华都便宜不少。举例，在多伦多，你买一套独立屋二手的，都要已经150万加币了。你在温哥华都可能要180万到200万。可是在这个地方卡加利你可能在还是在卡加利里面比较新的车区，只要80几万。就可以买到一个新的独立屋，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光是住就比较便宜，然后加上税，各位都知道加拿大是个万税之国嘛，对不对？安大略省为例，它的税联邦政府税加上省税它有分2种，一个是联邦政府叫 GST 我第一期视频今天刚开始的视频我都有说那另外一个税就是它的省税就是 PST。那以安大略省为例的话，省税加联邦政府税加起来要13%，也就是说你买任何的东西都需要13%。如果以 BC 省为例的话呢 ，BC 省是要12%，可是这个地方 Calgary 艾伯塔省 Alberta Province Alberta 它只要5%，也就是说它只收 GST 联邦政府税而已，省税。他不收，省税不收。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边就是政府大厦这边就是 Calgary 的 Municipal Building 省政府的办公大厦。然后我们这边的对面第八大道这边，这边这个直接通道叫 Stephen Avenue， 是这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步行区好，那这边有个公园这个公园呢在冬天呢它会结冰就是会变成一个溜冰场，一个广场。前方这个广场它就变成一个溜冰场冬天的话在
winter time winter season 就可以在这边溜冰。上次要溜冰呢，要叠个大的，屁股痛得要死。这个地方这个平台广场，好，回到这边了。这边直走就是 Steve Avenue。好，那除了刚刚说的那3样以外，就是生活成本吧，还有治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在多伦多其实有待过一段时间，去市中心Downtown City 去市中心，满街都是大麻味。本身是对这个没有什么很 care， 但是呢，因为我有小孩我是为了小孩过来这边的我不是为了小孩，我干嘛过来这边？我会觉得这个环境满街都是大麻味就是空气中会有飘散的那种很浓厚的大麻味，对小朋友非常不是很好。可是我来到这个地方虽然有，但是偶尔不多，所以相对来说都还不错，整体不错。再加上它这个社区又这整个市中心又非常干净，市容也不错，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市容也不错，我也蛮喜欢这个地方。好，前方就到了 Steve Avenue， 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史蒂芬大道晚上来这边还蛮有气氛，然后蛮侠义的很多这种酒吧然后还有一些旧式的 shopping mall 咖啡厅等等晚上来气氛应该会非常好。那今天主要是卡加利的日与夜嘛，今天是日那关于卡加利的夜生活晚上我下次会再做针对晚上做一个视频再拍这边的这种灯光这边的夜店等等之类的我现在人在这个地方叫做史蒂芬大道以及第一街交接口然后等一下我决定我要换做这个 e-bike scooter 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下一个目的地会有点距离就是公河和平桥给各位再拍一下所以大家走过去这一段有点长我要决定做这个 scooter。然后我就可以做了看算时间的，就这样子。我现在出去之前我要骑这个之前呢，我要把这些收起来，然后拿另外一个这个器材拍摄真辛苦。各位，拍摄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要准备这么多东西，还不能随意这样走，拿另外一个嘎西，这个，然后去拍照，拍给各位看。然后我有这边预约的准备磁铁，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你吸附在这边的，然后我就边骑这个然后边拍给各位看好，各位朋友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把它开起来，启动了，现在启动项目状态了，咦，为什么不动？嘿，好了，动了。
哎，挺好玩的。好，我们现在在这个第7的街道这个地方，第7大这个地方哦，我们要一路往到第1大道那附近哦才可以看到。现在是在第7大道，那这边是有轻轨在这边，轻轨站，第7大道是有轻轨站。好，要离开了。这个真烂，一定要先推一下安全装置。好，等一下到了河滨角之后啊，还要再坐回来到停车场把车牵走。那今天整个视频就结束。到河滨角，然后顺便就拍摄一下公河。其实这边的路方向很好找 ，Calgary 市中心啊，它东西向 Calgary 市中心东西向都是用 Avenue， 然后南北向都叫 Street。然后这个东西向都是用数字来区分，然后1、2、3、4、5、6、7、8，然后南北向叫 street 也是用1、2、3、4、5、6、7、8等去区分，很容易记啊。2节型的巴士，我比巴士还高哎。你可以看一下前面呢，有个这种天桥，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会有这种行人天桥，而且很多都有。为什么会有这个设计？像香港的话，是因为常常下雨嘛，像这边呢，就是因为它冬天呢下雪很冷，所以就为了方便市民可以不用在外面饱受寒风之苦，所以就会在建筑与建筑室内中间可以游走的关系，就在每一个建筑之间，它就有这个设立这种行人天桥，还不错，蛮人性化的。所以让我感觉，可能这也是一个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因为感觉跟香港很像，就有一种亲切感啊。好，出发了。巴士一定要先礼让行人，车里一定要先礼让行人优先。这边一定是行人优先。很安静啊，其实整个市区，所以我也蛮喜欢的。那刚刚我们所在地呢是在整个最商业区商业中心那这边我们大家小时候读过书嘛，都知道这边的地理发展就是很传统，就是中心点是商业区，然后再来就是商住混合，然后就是在住宅区，然后在这个社区郊区这样那这边的话就是开始慢慢倾向于商住混合了。那这边的房价也不便宜。你看，在这个河旁边就公河嘛，公河旁边的这几栋这种住宅区就应该也不错有钱人就想买一个自己住也好，放租也不错你看多干净。其实明明可以开车过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要拍视频给大家看整个过程然后我就要花这个钱，然后再过来。记得各位点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噔噔噔，3连。好，我们到了。OK， 뭐야? 웬 소리야? 타바스.
好，我们到了。这是和平桥，脚下拉起来。